堤岸上面风非常大啊，前面非常开阔的地方呢，就是东平水道了。那边这座桥是东平大桥，左侧江的对面呢，就是佛山新城了。三字经文化公园，左侧这个水闸叫登州水闸，就这块地方呢，应该叫登州。方向应该没有错啊，前面应该就是潭州水道了。这边都在进行修整，看看下面这条是不是堤岸了。确实应该算一条堤岸的马路了吧。现在呢，我已经离开了乡村地带了，在潭州水道，向着东平水道这边，沿着这条堤岸的骑行道向前骑行。这里右侧那是一片工地，那相信很快的就会变成一片绿地公园。堤岸上面风非常大啊，我看前方还有右侧稍微远点的地方，已经是大片的新房，但是呢，也有不少村屋。前面非常开阔的地方呢，就是东平水道了。那边这座桥是东平大桥，我在它下面曾经经过过。这个地方呢，我应该也是来过的，它应该就在城村花卉世界的北边。看看我能不能从这里骑到城村的花卉世界去。下面有一条更漂亮的马路。
好，现在我去到更清水的道路上。左侧江的对面呢，就是佛山新城了。你看啊，这边江边呢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园了。看啊，这边有几棵罂粟棉树呢，开着还是非常灿烂。三字经文化公园，还有这么一个小的公园。做了一些雕塑，左侧也有一个长廊。这里好像是到头了。前方呢，这是东平大桥啊，跨到南边来，就是我现在正对地方的
就是顺德新城，这里是潭州水道汇入到东平水道地方。佛山呢，它真的就是静悄悄的在发展，它也没有像广州这种北上广深的包袱。这个佛山本来就是一座传统的小城市，但是把周边的几个富裕的县拿下来，变成了它的区以后，它现在也是逐渐的向广州靠拢。所以就有广佛同城这样的说法。这里还是有很多旅游设施的。这里还有个航标塔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在东平水道边了。我的左侧看过去就有佛山市第三中学，我记得有一回我从他这个学校的正门经过的。右侧这一大片地方应该叫万科水晶城。
左侧这个水闸叫登州水闸，就这块地方呢应该叫登州。你看这个右侧这些房子都是大平层啊，阳台都超大的。这个右侧你看啊，这些漂亮的别墅，不知道是不是商品房还是农民的房子，这个真的非常适合的居住环境。今天呢，我是专程到佛山城村的一个村庄里面去转了一圈，然后就围着这个登州，应该是一个半岛，骑行了大概有7-8公里吧。前方呢，我相信应该就是花卉市场。那我要穿过花卉市场，再回到那边的村里啊，叫潭村的那个村里的停车场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打算。前面叫佛城大桥，顾名思义呢，是佛山到城村的一条马路上的桥。我们现在开车就走的佛城公路啊。已经骑过了佛城大桥，我们再去观望一下，那边有一个地图，就看看这片区域它有些什么样的规划。你看啊，这里叫三龙湾地道建设规划。现在我们在哪里？就是那个画的红的圆点的地方。这个边上你看有很多类似科技小镇、平盛创产，
还有等等地方，一个三角形啊，渐渐就是佛山之心，就位于佛山新城啊。我现在是处于一个广佛成会的地方啊，李城村站位于，我看看要怎么走啊。好，现在呢，我继续在东平水道边上的绿道上骑行啊。前面有一个鹿岛生态公园，那我就把那边呢当做今天骑行的目的地啊，大概还有1-2公里的地方。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东平水道北岸全部都是高楼，而南岸这边呢，我相信是比较早建的一批不算太高的小高层的楼房。总之，这个岸边啊，全部都是新的住宅了。但其实这些住宅的后面呢，还是有很多老村，有很多村屋的。今天呢，我在潭村那边骑行了一圈，我相信过不了多久，那边恐怕也会迎来改造，会变成一片新的街区，也不一定啊。但这个呢，就是这些地方啊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从农村变成城区化，最终呢变成城市的市民。短短几十年，就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。我看左侧这条东平水道里面的水好像不是特别多，或者说这个堤岸做得很高啊，也可能在汛期的时候呢，水位就会涨得比较厉害吧。但现在看起来，这个河道里面啊，大船应该通不了。右侧这边呢，就有个牌子写着“花卉世界”。从这条路下去呢，就到花卉世界的那些卖花的很多的店铺了。但我今天呢，就不去那么远了。我们在这边继续往前走一段，前面有一个潞洲生态公园。我们到那边呢，等我的家人开车过来。
好了，我马上就要到达我的目的地了啊。今天这段在城村到了潭村里面啊，然后又在潭州水道和东平水道这边的骑行呢，就到此结束了啊。等一会儿我跟家人会合，我们就找地方去吃饭了。那我们谢谢大家的观赏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大家能够点赞，也欢迎大家关注收藏。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，拜拜。